別人還在3天餓9頓的時候，男人已經盤下一棟廢棄的100年老宅，重新設計並親自動手，將破敗不堪的危房改造成令千萬人羨慕的夢中情屋。不僅鋪設全新的閣樓，打造全景天窗，還建造隱藏在地下的恆溫酒窖。一次野外踏青，讓湯姆發現了這座塵封100年的木屋。它坐落於森林邊緣，毗鄰田野，一條狹長的通道連接着旁邊的舊谷倉，從外面看起來已經十分的破舊，即將坍塌的屋頂更是讓人觸目驚心。但當你走進谷倉內，就會驚喜地發現它還不如外面。好在主屋狀況還算良好，只要稍加改造就能隱居森林，逃離城市的浮華。於是湯姆通過鄰居家的小姨子的姐夫聯繫到了木屋的現任主人，起初叫價8萬8，反向抹零後以8000美刀將其盤下。拿到鑰匙之後，湯姆有點懵逼，沒想到這大門的開啟方式與手扶拖拉机的啟動竟有着異曲同工之妙。在正式改造之前，湯姆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理周邊環境，於是他背起拜山專用除草機，圍繞着木屋清理周邊的雜草。這時湯姆幾個異父異母的親兄弟也聞訊前來幫忙，大家齊心協力將周邊野蠻生長的灌木叢以及腐壞的木板都清理乾淨。初步清理完周邊的環境後，他們才进入到室內，爬上閣樓。正所謂不破不立，要想讓這100年老宅重獲新生，能拆的不能拆的都給拆個乾乾淨淨。將山牆踹開個口子後，昏暗的閣樓終於有了光亮。接着他們繼續拆除山牆上的木板，雖然歷經100年歲月的洗禮，這些木板卻沒有一丁點腐化的跡象，但現在唯一的價值就只能當柴燒。他們把車子停靠在屋旁，就可以從閣樓將各種廢料往下扔，如此一來也省去了搬運裝車的麻煩。在收拾垃圾時，他們還發現了許多有趣的東西，有上個世紀的報紙，還有前房主的各種書信。最大的收穫還是一堆老唱片和一台還能正常使用的留声機。伴隨着美妙的復古背景音樂，他們爬上屋頂開始拆除煙囪。好在拆房總比蓋房容易，雖說大力總能出奇蹟，但為了防止砸壞屋頂，敲下的磚塊還得小心翼翼順着屋頂往下滑落。拆完屋頂，屋內還有一大截，慶幸的这裡的砂漿并不是十分牢固，徒手就能輕鬆掰下。隨後他們繼續清理閣樓上的木板，由於這些木板只是平鋪在上面，並沒有用釘子加固，清理起來倒也沒費太長時間。但是隱藏於木板之下的稻草混合物才真正讓人絕望，漫天的灰塵以及難聞的氣味簡直就是魔法攻擊，足足裝了幾十麻袋，滿滿一卡車才算運完。然後他們再次爬上屋頂，清理上面的苔蘚和落葉。隨着清理工作的大致完成，改造工作首先從屋頂開始。湯姆通過網上的圖片得到靈感，要將閣樓改造成擁有全景天窗的臥室。於是他先購置來一些全新的木材，加工好之後搬上閣樓，用來對屋頂的框架進行加固。而後就可以沿着框架開始拆除屋頂。由於長時間的風化，上面的釘子已基本鏽透，只要將領條給鋸斷，輕而易舉就能將覆蓋的木板和瓦片拆下。由於天窗要安裝上厚重的夾層玻璃，必須用到碳鋼方管焊接這部分的屋頂框架。雖然下雪時的森林非常的美麗，但對於高空作業的他們卻不算太友好。不過下雪也有一定的好處，焊接時產生的火花就不會直接掉落在乾燥的木板上，避免了發生火災的可能性。隨着鋼結構的焊接完成，他們繼續拆除剩餘屋頂上的木板和瓦片，只保留了最初的三角屋頂框架，在此基礎上還增加新的框架，並用方木重新構建出屋頂的領條。完事後就可以拿來胶合板對屋頂進行密封。不過在改造過程中計劃有變，考慮到未來居住的私密性，靠近主幹道一側的屋頂不用全部安裝玻璃，朝着森林一側的屋頂則直接裝上雙層玻璃。此時工具人的重要性就體現出來了，但凡少一個人，他們的工期都得往後延長2年半。等所有玻璃都安裝到位之後，才在四周打上玻璃膠進行密封，絕不允許有一丁點漏水的可能。隨着湯姆用膠合板密封好屋頂，木屋的擴建工作也正式開始。正所謂只要鋤頭揮得好，沒有牆角挖不倒。不過他們到處挖牆角並不是為了拆家，而是要掏出已經開始下陷的基石，然後再重新澆築混凝土對底座進行加固。隨着一塊塊巨石被強行掏空，他們搖來一卡車的沙子，還有一台2手迷你攪拌機，而後又到附近的田邊薅一些不要錢的石頭。現在要解決的就是水源問題。好在他們在附近發現了一口水井，雖然尘封已久，但水質依然非常的好，那麼往後用水的問題就得到完美解決。在開始澆築之前，他們先用屋頂的防水材料制作出模具，隨後便開始灌入攪拌好的混凝土，同時還往裡填入之前薅來的石頭以及一些鋼筋鐵骨。主打的就是廢物再利用該省省該花花。為了使擴建後露台的地板與房子齊平，
他們開始沿着後牆挖掘基坑，幾個大漢輪番上陣，鬆軟的沙地挖掘起來毫不費勁，2個半小時後就得到了露台的區域。經過精準測量之後，他們先在上面插上木樁做出標記，而後掏出祖傳的打洞工具開始鑽出基坑。這項工作看似簡單，實則一點也不難，講究的就是一個腰馬合一。完事後再用同樣的方式澆築出獨立的支撐，接下來則是要切掉這面牆，打通後門。不過在此之前還要先對兩側的牆壁加固，他們拿来方木截成適合的長度，分別在方木和牆上鑽出相應的孔洞，然後在牆壁內外分別立起一根方木，再通過螺桿連接擰緊，就能將側面牆壁牢牢夾緊。內部再用方木構建出一個臨時框架，現在就能放心大膽地掏出油鋸開始拆牆。隨着整牆的原木应聲倒下，這座百年木屋終於有了一個气派的大門。接着他們又在門前挖出一道溝渠，然後往裡鋪上防水和隔熱材料，構建出模具。而為了省些馬內，在澆築之前，他們先往裡填上一層石塊，然後繼續一層混凝土，再一層石塊，這般澆築。往裡加入的這點鋼筋看起來好像並沒什麼卵用，但起碼聊勝於無吧。等待澆築的門檻乾燥的時間裡，他們也沒有閒着，通過膠水和螺絲將2塊木材合為一體，底部刷上一圈膠油防腐後晾乾備用。接着將牆上突出的部分全部給收拾得服服帖帖，拿來之前加工好的方木從兩邊夾緊牆體，再用同樣的方式擰上螺栓固定，另外一面牆體也是如法炮制。完事後在立柱的頂部鑽出圆孔，插入自制的销釘，再給方木两端鋸出相应的卡槽，安裝上去搭建出門框的橫梁。緊接着他們拿来加工好的方木繼續搭建出門廊的框架。隨着門廊的框架搭建完成，屋頂同樣也要往外延伸。為了方便高空作業，他們先在門廊框架上鋪上膠合板，方便行走。之後繼續用方木構建出屋頂的框架。有了之前搭建的經驗，現在他們的技術與效率就和專業施工队相差無幾。密封好屋頂之後，他们繼續拿來方木搭建門廊地板的托梁。由於之前已經澆築好地基，現在只需鋪上防潮墊，再給方木做好防腐措施，就可以直接固定上去。而後又在托梁上鋸出相應的卡槽，往裡嵌入較小的方木，從而搭建出乎地板的龍骨。完事後，他們來到朋友的木材廠，秉承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原则，他們直接毫不客氣地白嫖了一車的木板。雖說是廢料，其實只是稍微有一丟丟的瑕疵，只需經過台鋸稍微加工，就能得到足夠鋪設門廊的木地板。雖然這種小塊的板材鋪設起來會比較麻煩，但畢竟沒花錢啊，還要什麼自行車，只能硬着頭皮一塊塊的往龍骨上釘。完事後再用角磨機進行一番精細的打磨，使地板的表面達到光滑平整。最後再給地板刷上一層保護漆。隨着門廊的擴建完成，他們訂購的保溫和防水材料也如約到貨。由於之前考慮到房子私密性的問題，靠近主幹道一側的天窗已經用膠合板給密封起來。為了使屋頂看起來不會過於單調，深諳要想生活過得去，頭上必須帶點綠的道理，湯姆計劃在上面種點草皮。於是他們先在原有的金屬框架兩側增加一些支撐，而後才開始在上面鋪設絕緣泡沫板。這種材料的鋪設非常簡單，只需將泡沫材切成適合的大小，然後通過膠水直接粘貼在屋頂上，頂部用密封膠粘貼好，防止雨水滲入，再用自攻螺絲進行2次加固，防止18級大風將屋頂給吹飛。完事後上面還要再鋪設一層自粘式防水毯。要想在屋頂種草，不僅要防止滲水，同時還要具備一定的儲水功能。那麼接下來鋪設的這種材料就非常的關鍵，凹凸不平的表面可以儲存滿足草皮生長的水分，上面還要再覆蓋一層土工布，防止水分過快的揮發。然後將事先制作好的鋼架給安裝上去，就可以沿着劃分好的區域覆蓋上肥沃的黑土。最後再撒上綠色的種子，要不了多久，湯姆的屋頂上就會變得綠意盎然。接着他們拿來噴火槍和濾清，先給門廊屋頂貼上防水，而後才繼續給剩餘的屋頂鋪設保溫材料。同樣是先往膠合板擠滿膠水之後，直接將泡沫板粘貼上去。完事後再釘上方木進行固定，順便做出屋頂的領條。接着又繼續拿來膠合板進行密封。最後還要再鋪上一層防水毡。現在整個屋頂總算達到了漆皮。在挑選屋頂的瓦片時，
湯姆沒有選擇現代科技的材料，說是為了環保，其實是想省些馬內。他再次來到朋友的木材廠，厚着臉皮又白嫖了許多的廢料，自己動手加工成無數片木瓦。他們將木板自下而上重疊起來釘在屋頂，不僅起到很好的裝飾效果，而且防水功能也絲毫不比傳統瓦片差，就是安裝起來比較麻煩，不過好在有工具人的幫助。最終他們耗时2個半月才将所有瓦片給安装好。为了犒勞這幾個異父異母的親兄弟，湯姆還會經常給他們制作一些美食，畢竟工錢和飯錢孰輕孰重，他還是拎得清的。隨着木屋洗風金底，他們終於可以開始室內的改造。正所謂不破不立，他們將所有舊家具全部搬空，然後掄起大錘把屋內的隔斷全給砸掉。廚房的舊烤箱自然也難逃小錘40大錘80的命運。室內的地板已然成為藏污納垢的重災區，底部不僅有蜜蜂築巢，還有傑瑞亂竄。顯然在荒廢的幾十年間，這裡已經被傑瑞佔領。湯姆搗毀了傑瑞的洞穴收復失地後，為了防止再次被傑瑞偷家，他們決定用混凝土重新澆築地板。不過在此之前，還需要先將水電管道給鋪設好。於是湯姆開來祖傳的挖掘機幼崽，沿着屋旁挖出管道的溝渠，以及一個放置化糞池的深坑。接着兄弟4人又將訂購的化糞池吊放到坑內，確保水平之後，再將排污管道給梳理好。完事後再用沙土進行回填。這化糞池看似簡單，但內部卻另有玄機，可以通過 App 實時監控內部情況。拉沒拉滿，掏出手機一看便知。由於之前的窗戶都太小，室內採光嚴重不足，湯姆決定將後牆上的2個小窗戶給打通，直接升級成為一個全景大窗戶。掄起大錘把中間的木牆敲掉之後，再用油具把四周修理平整，然後就可以將定制好的窗框直接給扣上去。裝上2塊 Made in China 的超白鋼化玻璃之後，這逼格挠的一下就上來了。室內的牆體布滿了灰塵和蜘蛛網，上面的牆紙也已經破爛不堪。於是他們直接掏出角磨機，對牆體和天花板來上一頓360度無死角的馬殺雞，讓原本充滿歲月痕跡的牆體露出原木本身的紋理。果然，時尚是一種輪迴。以前的人們糊上牆紙，竭力將原木牆給隱藏起來，現在的人們卻在追求這種原木色。自從後牆的窗戶經過改造，室內採光的確得到了很大提升。但隨着冬季的到來，太陽落山的時間越來越早，哪怕再大的窗戶，天黑了也不頂用。於是湯姆又在室內安裝了幾根 LED 燈管，火力全開時直接能把他狗眼給亮瞎。一直以來，湯姆都希望能擁有一個恆溫酒窖，用來儲存他那些82年的可樂和毛子。於是便在網上找到了一些圖紙做參考。理論上建造一個酒窖並非難事，但是現在大型機械根本無法進入，那麼這個深坑只能靠他們徒手挖掘。於是他們先找來木板規劃出酒窖的大小，確定好位置後便沿着框架內開始挖掘。由於這裡的土質非常的鬆軟，隨着坑越挖越深，他們也要不斷的增加擋板的高度，防止坑壁發生垮塌。往後的時間裡，他們直接化身人形挖掘機，就這樣在小小的坑內挖呀挖呀挖。根據牛頓、萊布尼茲、格林、高斯、奧斯特洛、格拉德斯基斯托克斯龐加萊定理計算，這個坑的體積是18立方米，意味着他們要挖掘並搬運18立方米的沙子，而1立方沙子的重量是1300千克，因此他們需要搬運24噸，而他們4個人每人得搬8噸，每噸平均就要消耗9碗大米飯。在開始澆築之前，首先往裡鋪上一層塑料膜，防止混凝土的水分直接被沙土吸收。接着再將攪拌好的混凝土鋪設在地面上，等待乾燥之後才拿來方木和鋼筋開始裝模。首先沿着坑壁四周綁上一圈鋼筋，預留出一定的縫隙之後固定上木板，內部必須要用木板牢牢抵住，防止在澆築時模具垮塌。由於頂部是圓形的入口，湯姆根據尺寸建模之後，用車床裁切出圓形板材，組裝好後放置在木板頂部，然後再沿着圓形洞口裝上鋼筋。完事後就可以動用超能力搖來攪拌車開始澆築，一邊澆築還要插入震動棒，使每一個縫隙都能填滿水泥砂漿，最後再用刮板將表面刮平整。幾天之後，混凝土已經凝固得很好，終於可以開始室內水電管道的鋪設。首先在地上挖出溝渠，再將排污管、自來水管以及電線預埋好。完事之後，再用沙土對地面進行找平。由於之前建造酒窖時挖出了很多的沙土，現在可以說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，最終用了2天半時間才將地面鋪平整。他們先灑水将表面弄濕，在夯實地面的時候就不会塵土飛揚。在澆築混凝土之前，還需要先給地面鋪設上一層絕緣泡沫。嚴謹的他們必須根據牆角邊緣將絕緣板裁切好，才能達到嚴絲合縫的效果。
完事後上面再鋪上層塑料膜，就可以直接運來砂漿澆築地面。當然還不能忘記往裡放上鋼絲網，防止地面出現裂痕。最後再用機械將表面打磨平整，等待地面乾燥之後，酒窖也到了拆模時间。接下來湯姆開始設計制作樓梯，得到图紙之後，他們拿來鋼材按照圖紙進行焊接，組裝起來就得到了旋轉樓梯的框架。隨後再根據框架用木板制作出樓梯踏步，就可以拿到酒窖內給組裝起來。雖然酒窖現在還是空空如也的狀態，但把門簾掀開後，才發現他們竟趁我不注意，在裡面還掏出了一間密室。為了能早點入住，接下来就到了裝修環節。首先從閣樓的臥室開始，他們先在地板的原木锯出凹槽，再嵌入方木鋪設出地板的托梁，而後再在托梁上釘上地板的龍骨。為了讓臥室達到通透的效果，這堵山牆自然也要拆掉。不過在拆除之前，還要先用方木搭建出新的牆體框架。完事後就可以用油锯在牆上掏出一個三角窗戶，而後再用給牆體框架塞入保溫材料，緊接着就可以搬來膠合板開始鋪設閣樓的地板。為了讓臥室更具高級感，湯姆還花巨資採購了一批橡木地板。這種共小塊的地板拼接出來的效果非常的美觀，唯一的不足就是比較費勁。不過好在他們人手充足，輪番上陣。等所有地板鋪設完成之後，再用專業的打磨機将地板打磨平整。為了防止雨水飄入室內，閣樓的窗戶也必須馬上安裝到位。作為頂級手工愛好者，這麼普通的窗戶自然不是他的菜。於是湯姆回到工作室，自己動手 DIY 了一套木質窗花。安裝上去之後，這高級感一下就出来了。完事後，他們才繼續拿來胶合板對三角屋頂進行密封。最後在窗戶邊上再安裝上一張實木大板桌。現在閣樓的裝修就基本完成了，接下來只需要再把1樓給裝修好，湯姆就能入住這個自己親自設計改造的新家。